最近这几天有好几位朋友在问我，他说那个大豆可不可以喂鸽子？我就问他，我说你说的大豆是不是黄豆？他说是的。他问我黄豆可不可以喂鸽子？啊，也就是这个黄豆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不知道在你们那里叫什么？在我们这里的通称就是黄豆。还有一位朋友说呢，他说他的鸽子呢拉稀，拉那个粪便呢不是成型的，那个鸽子的脚踩上去呢就粘在那个脚上，到处都是，很难看的。我问他喂的什么东西，他说他喂的是黄豆。啊，我今天就来说说这个黄豆，因为我对这个鸽子吃黄豆啊拉稀，我还是有发言权的。虽然这个黄豆蛋白质的含量啊是在所有的豆类中它是最高的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鸽子就不喜欢吃。真的我也说不出个道理来，但是鸽子的确它就是不喜欢吃黄豆啊，因为我没有去搬一套那个书本知识过来，怎样说，还有什么啊，鸽子又怎么样，吃了怎么样？因为只是我喂过黄豆。我在80年代养鸽子的时候，由于那时候的条件都不是很好啊，也买不到鸽粮，那时候市场上也没有成品的鸽粮来卖。那个时候呢，只是家里收点庄稼啊，就拿点东西给它吃。有时候出了小鸽子，老鸽子被农药毒死了，那小鸽子才10几天呢，小鸽子那怎么办？喂稻谷啊那些小颗粒的太麻烦，那我喂什么呢？我就喂黄豆，因为喂黄豆很方便，像这样往嘴里塞就是了。我就是喂黄豆，但是那个鸽子呢就是拉稀，它也不是水便，它拉出来的那个粪便呢是粘性的，的确是粘性的，它就拉稀。但是小鸽子能不能长好，也可以长得好啊，那是你强行的喂它的。那也许有朋友就说我的鸽子它吃啊，不错，也有可能它是会吃。如果你是把它关在一个笼子里面，什么粮食也不放，只有一样黄豆，它饿了它一样会吃。不相信呢，朋友们你们可以试一下啊，在你的鸽粮里你放一点黄豆进去，看看吃到最后是不是剩下的只有黄豆。因为鸽子就不喜欢吃黄豆，还有呢，吃了黄豆它肯定的会拉稀，这个是肯定的，因为我是过来人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我就回答朋友们，也就是这个答案啊。黄豆因为鸽子不喜欢吃，吃了它也会拉稀。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还是那句话，动动你的手指，给个赞。朋友们，再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每当我说起那个鸽子健康的时候啊，我总是会和朋友们说，注意观察一下它的粪便。以前我就说过啊，我每次进鸽笼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看一下这个栖架上面鸽子的粪便情况，因为从鸽子的粪便，基本上可以判断出鸽子的健康。啊，当然这不是绝对的，啊，有时候偶尔的一次，那个鸽子的粪便不正常，也并不代表它就生病了。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观察这一只鸽子，它的粪便不正常，那么就要查找原因。那有些朋友呢就在问我了，啊，这是新手朋友，啊，我们的老鸽友就不要抱怨了啊，因为很多新鸽友刚入门的，他的确是不知道，他就问我来，他说。你说鸽子粪便不正常啊，要我观察，那究竟什么样的粪便是正常的？你能不能告诉我？啊，我今天就说一下，鸽子拉什么样的粪便是正常的？鸽子正常的粪便是什么样的？是圆形的，不是那个粘液的，上面有个小白点的。每拉一泡屎，那个屎上面都有一个白点，那样的粪便就是健康的。朋友们看啊，像这样的就是健康的、正常的鸽子粪便呢，它是一个
圆形的、球形的，上面有一个点，一个白点。因为它这个是拉在吸架上啊，它把水分吸干了，它呢看着呢就是更加的健康啊。呢，这个是在木板上面的，因为它有水分吸干了啊。那就像这样的圆球状的，上面有个白点的，这样的粪便就是健康的粪便啊。像这样是最健康的，像这样的也是正常的。因为我的鸽子粪便一直拉的都比较好，因为我每天都观察。你看都是健康的，它上面有个白点。还有呢，我再跟朋友们说一下，关于粪便的颜色是取决于你给鸽子喂的粮食。如果你喂的是稻谷、玉米，它的那个粪便呢要成型一点，也就颜色呢要黄一点啊。如果你菜籽喂的多，它那个粪便颜色就要黑一点。如果你刚刚喂了蔬菜、白菜，那么它的粪便就要绿一点。也不是说绿便就不正常啊，那个要取决于你喂的什么粮食。只要它不是绿水便，不是稀便，那基本上都是正常的。朋友们，如果喜欢我视频的话，动动你的手指点个赞。下期见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有很多朋友在问我，他说我从外面买的鸽子，怎样能够开家成功？有的朋友是抓的天落，也就是担心呢，怕开家以后怕它跑了，问我什么时候开家好，怎样能够开家成功？啊，我今天就和朋友们说一说。因为说这个我还有点在行，我以前就是养天落的，那时候80年代养鸽子嘛，抓到一羽天落都高兴死了。还有啊，听说外面谁逮到了天落，那我立马就会跑过去，就把买过来。谁抓了天落都被我买过来了。那时候我家里笼里养的全是天落，你不要说买回来了你就开家，最少养个几个月啊，2、3个月是最少的。你养2、3个月以后，你给它配对抱小鸽子了，最好是抱2窝小鸽子以上。在那个小鸽子刚刚出的时候，刚刚出壳的时候，或者是呢刚铺壳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开家是最好的。因为那个时候老鸽子是舍不得小鸽子的，它舍不得走。当然也有例外啊，有些鸽子它是不管这一套的，随便什么时候你一放它都走了。那个就是归巢性特强的鸽子，你养几年，3年5年你都开家不成功的啊。像那个鸽子是顽固性的，恋巢性特别好的。怎样开家呢？也要循序渐进的。那个鸽子回来，一开始你养的时候要让它能见到外面的天空，最好能够放出来啊。如果你有一个铁丝网在外面，拦一块，给它能看到外面的世界，还有你周围房子周围的建筑，那是最好的啊。有些个友把鸽子买回来，拿个剪刀咔嚓就把它的翅膀全剪了，那样不好啊。那样在配对的时候有时候容易下无金蛋。刚好也有一位朋友在问我，我鸽子买回来了，我想把它的翅膀毛剪掉，怎么剪？我现在我就跟你说，我来做个示范给你看。我这个毛我不是真剪啊，我只是给你看一下啊。剪着翅膀怎么剪？你不能拿个剪刀像这样一下剪掉了，那你把这个羽毛理开，你把毛管两侧的毛你把剪掉，中间这个毛管你一定要留住。那剪多少根呢？像这个鸽子啊，你把这个主羽，你把主羽剪掉就行了啊。顺着这个毛管的两侧，你把那个毛剪掉，
毛管一定要留着，因为它这鸽子呢，你又不抽它以后长不出来毛，它是1年一换的啊，1年把毛就换到头了。来，看清楚，顺着这个毛管的两侧把那个毛剪掉，那样呢不影响鸽子的交尾。不管什么鸽子，买来的也好，暹罗也好，你养在笼里的时候，最好让它能见到外面的天空，啊，这一点是最主要的。你有亮笼、有晒笼是最好的，它在那里面看到外面的世界。好的，朋友们，关于买来的鸽子如何开家，以及如何剪它的翅膀，我就说到这里了。谢谢朋友们，再见。